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感谢神，我们已经来到这教会历史的第二个系列的最后一堂课。也许你会发现，在这个第二个系列里头，我们所认识的人物比第一个系列来的多而又多，这真的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尝试用这个方式来给今天最后一堂课做一个教会历史过去500年的一个总结。我们就用人物的方式，我们一个个的来快快的来过。所以在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谈到这非常有名的这修道士，他叫马丁路德，他就在1517年，他原本希望搞一个辩论会来思想来讨论这赎罪券的问题，所以他万万没有想到，原来上帝竟然要借着这个辩论会来开始再次把教会从黑暗里头带入光明。而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也认识了马丁路德那得力的另外一半，这凯撒琳范博拉 Catharina Van Bora， 他是马丁路德生命当中其实可以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帮手，扶持了马丁路德的事工。不仅仅是他的太太，还有另外一位这菲利莫兰顿和马丁路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不过他们你可以看得出神怎么样的使用他们俩彼此的配搭互为肢体，很奇妙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仅仅谈这教会历史光辉的事情，我们也谈到，其实在这个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因着我们都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因着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偏见，使到教会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马丁路德和另外一个改革家的问题，叫做慈运礼 （Zwingli）。所以这个问题关乎这圣餐礼，所以很可惜的，就因着这个问题呢，使到教会在那个时候分裂了这是第一代改革家的情况的发展。到第二代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他本身是个法国人，但是他原本想去瑞士在马丁布斯那里斯陶斯堡那里来搞学术，谁知道经过这日内瓦的时候，他竟然神留他在那个地方做事工。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在这日内瓦短短的3年左右他就被踢出去了他真的去了马丁布斯那里斯陶斯堡，在那里服侍这法国的难民更重要的，在那里他也结婚了伊坦勒特 Idalet 就是他的太太，也成为他生命中极大的鼓励和马丁路德一样不过也在那个时候呢，这加尔文开始写他第一本注释书，大家还记得吗？是哪一本注释书呢？罗马书但是历史让我们看到日内瓦出了状况的时候，他们过后再邀请马丁路，对不起，加尔文回到日内瓦里头服侍。在接下来的服侍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有好一些人是敌对他的，但是感谢主保守他在那里的工作。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他面对的不同的挑战。当时我们也认识了一个人物，这带给加尔文极大的压力这个人物叫做瑟维特 （Servetus） 这个人物特别来到日内瓦来挑战加尔文，谁知道这个愚昧的人竟然自寻死路不过当人不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错误以为是加尔文害死了瑟维特，其实并非如此夏维特确实是个愚昧人。当我们认识这个改革运动的时候，你发现这改革运动不仅仅改革了教会里头的生活，这个改革运动呢也影响了天主教。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认识了这反改教运动 （Counter Reformation Movement）。也因着这反改教运动，我们也认识了一个天主教的大会，叫做天特大会 （Council of Trent）。天特大会。在这个天特大会里头，他们重申了这弥撒错误的教导。他们认为弥撒是再次把耶稣基督献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再一次流出他的宝血，耶稣基督再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弟兄姐妹们，这是错误的。也因为如此呢，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参加弥撒，因为这弥撒充满了这迷信，充满了这错误的教导。当教会慢慢的改革的时候，不仅仅
从德国开始去了瑞士，去了法国，当然我们过后也发现他也去了荷兰。那到了荷兰那里的时候，其实教会又面对了一个挑战，一个困难。那个挑战困难和一个神学家有关系，他的名字叫做阿米念 （Arminius）。所以我们认识到这阿米念派的支持者他们不相信这加尔文主义他们觉得人其实可以选择上帝的，他们觉得人其实他生长出来的时候并非有原罪的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谢主的是，这神借着这个争辩，让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大会，一个总会。这个总会叫做多特总会 （Synod）。通过这个多特总会，我们就得着了这个多特信条，再次落实合乎圣经的救恩论，合乎圣经的救恩论。也因着多特大会，也使到在这改革中里头的荷兰改革中他们有了这3项联合信条在他们的众派里头，我们非常认真的看待这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当然也少不了多特信条，再次巩固教会这些信条们好像篱笆一样保护教会避免教会再走进这异端走进这个错误的教导里头。我们去了荷兰，记得吗？我们下一个国家就去了英国英国的这个改教历史和欧洲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英国改教其实跟一个皇帝有关系，这个皇帝就是亨利八世 （Henry the Eighth） 他为了再婚的原因为了离婚的原因，他就脱离了天主教，设立了圣公会设立了在英国自己的教会不过亨利八世接下来就有爱德华六世小小的爱德华他身边有敬虔的牧者们来带领他，虽然治理的时间不长，不过开始在英国改教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在英国的改教史的话，你发现教会的兴旺跟教会的衰残和这当时英国的皇帝或皇后是有关系的。爱德华六世过后呢，就是血腥玛丽开始迫害教会开始追杀基督徒，特别牧师，所以使到教会陷入一个困境里头。玛丽过了就有着伊丽莎白一世，她执政最长她拥有一个综合的一个立场。不过使到当时的这清教徒们他们发现原来改革教会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来到雅各一世也是如此。所以因为这样呢在过程当中就发现这清教徒他们一天一天的来思想，到底教会能改革吗？所以慢慢的来到1600多年的时候，清教徒就开始想移民了。移民到哪里去呢？移民到美国。弟兄姐妹们还记得这艘船的名字吗？5月花号 Mayflower 在那个时候他们移民到美国去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认识了这2位清教徒都是约翰一个叫约翰本人另外叫约翰奥文有人认识约翰本人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了他那刚强壮胆的太太伊丽莎白本人所以通过这些伟人再次建立我们的信心。他们在迫害的当中，不过他们至始忠心。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应当向我们学习的功课。当这清教徒过到美国的时候前面的100年左右，其实感谢主，教会在美国就慢慢的兴旺起来。但是在接下来的第2代、第3代的美国的殖民地的这些百姓们就慢慢的远离上帝。所以神也借着这教会的慢慢陷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兴起这几位重要的牧师们。首先一是约翰威斯理，2是乔治怀特菲，当然有第3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兹约拿丹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所以借着他们神就开始了第1次大复兴。第1次发兴过后呢，有第2次大复兴。神在那个时候借着这查尔斯芬尼 Charles Finney 来开始影响教会，带动教会。查尔斯芬尼过后呢，他有个接班人叫做穆迪先生
非常非常有能力的讲员，到了苏格兰，到了英国，举办培灵大会、布道大会，甚至根据史学家的估计，大概有250万的群众来听穆迪先生在英国的讲道。来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思想，这长老会怎么来到美国呢？长老会原本是在爱尔兰、苏格兰为多偏多的地方，但是在美国，长老会怎么来到那个地方？原来长老会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因为宾州的州长他邀请了他们过来，所以那时候我们认识了这鼎鼎有名的 Francis McCormick。这位牧师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他来到了美国的时候，他就开始了第一间长老会的教会 Francis McCormick。因为如此呢，这长老会就在美国慢慢的普遍起来，慢慢的普遍起来。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识了一间非常重要的神学院，叫做普林斯顿神学院 （Princeton University）。在这个普林斯顿神学院里头，我们认识了几位教授。第一位教授叫做查理赫兹 （Charles Hodge）。在那个时代呢，是第一次梵蒂冈的时代，所以查理赫兹呢非常焦急，他担心教会呢，担心康罗宗福音派，我们又回到这天主教里头，所以因此查理赫兹一生就为了避免，为了帮助教会不要回到天主教的错误里头，献身于这个工作。当然，查理赫兹过后呢，就有另外一位牧师叫做梅钦 （Machen），Machen 也因为在他的时代有这自由派的问题，而使到他与自由派的搏斗。感谢主的是，神确实借着梅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教导，再次保守教会脱离这自由派。梅钦自己呢，他也可以，他自己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宗派，离开这美国长老会这个自由派的长老会，开始了一个纯正信仰长老会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这间教会这个宗派，也就是笃信圣经长老会来自于的宗派。在1937年6月的时候，笃信圣经长老会也就从这个宗派里头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也学习到，教会当怎么的平衡神的真理和平衡神给我们的恩典，基督徒的自由。但是教会的历史并没有停留在这里。教会历史慢慢的发展下去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天主教的冲击，自由派的冲击。过后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五旬节运动、灵恩运动、五旬节派、灵恩派的冲击，给教会的影响何等的庞大。我们感谢主，神也保守教会，让教会慢慢的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开始植堂，开始扩建起来。通过很多时候，神通过我们意料不到的困难来建立教会包括我们宣信堂，对吗？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因着 VPP 的问题，我们竟然要植堂，开始一个新的教会但是在主里头神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神带领宣信堂在2009年3月20号，我们集体的转会也在2009年我们也开始了。在新的聚会所自己的聚会所那里聚会过后感谢主的，我们也能在乌兰这个地方买了一个新的场所有了第二个的聚会点。现在就姐妹们，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历史里头，你发现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教会开始的时候，基督教会好像一个基因，一个 DNA， 慢慢的变成一个小孩子慢慢的变成一个少年人成为一个青少年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借着很多的事情，借着教会的跌跌撞撞、困难、挑战、问题，使到教会成长让我们踏入这改革的时代，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青年人的时代在那个时候，教会开始蓬勃发展踏入这现代的时代教会开始成熟了。所以现在就姐妹们，教会历史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旦我们又忽略历史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当我们忽略历史的时候，历史所发生的这些问题、错误又会回到我们的教会里头。所以今天就姐妹们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学习这些重要的宝贵的功课的时候让我们谨慎让我们与此同时也再次常常看到神在教会里头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
因为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一次又一次的应验了。我们的主说什么呢？我们的主说，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彼得的信仰告白之上。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那受膏者，你是那永生的儿子。”因此教会建立在唯独基督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见证到，阴间的权柄再大都不能胜过他。